垂钓频道垂钓学院栏目最新力作《华氏钓技训练营》火热来袭，30天集中特训营，9名爱钓鱼的青年为唯一的100名额展开争夺。全国1级垂钓大师99钓王华绍兴、知名钓手王超实力参演，跨刀执教，带领垂钓新手游钓全国，实战中传授竞技休闲及酷钓的系统知识。华氏钓技训练营，钓鱼人不可多得的中国钓法进阶宝典。哎呀，什么破玩意儿！我真的不想练了。你说这个破玩意儿能对我们钓鱼有多大的帮助？这是完全在玩我们。我操！你们怎么评价我都无所谓，但是你们要时刻知道自己是谁，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啊？多好吃啊！哇！你看正好，乐不乐？好，接下来这堂课我给大家讲一下钓竿的钓性。下面我给大家演示短竿和长竿的握法。这个女孩子年轻，你只能训练，握实可能会被他们误解。我认为他们今天能做到这样，已经是不错了。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饵的基础常识。鱼饵在垂钓当中是首当其冲的非常关键的必要的物质。应用饵的调配、制作技巧也是在垂钓过程中一门非常深的学问。鱼饵的分类，常规型、功能型，还有一种是辅助型。常规型的饵料，单品可以直接钓鱼，例如我们市面常见的一些商品饵、拉饵、托饵，还有炸弹饵等等。功能型的饵料，在有的时候可以单独使用。当然，它跟别的饵料掺合在一起的时候，搭配到一起的时候，还有辅助型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常规型的有超诱、一品里、4号机、钢弹、1号到3号、连用、
功能型的像四季、可柔、粘粉、时尚的辅助型的像赤尾青、虾粉、白粉、还有粉质的添加剂跟液体的添加剂，这都属于辅助型的饵料，就是我们所称的小药。大家都记好了吧？有了。下面讲鱼饵在实际运用当中状态的区分。搓饵分散落型、膨胀型、雾化。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散落型的饵料。大部分的饵品都是可散可粘的，让它能达到我们这种理想的状态，首先我们要对饵料的本质有一定的了解，才能进行它的制作和搭配。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一袋，这个一袋，还有这个一袋，这三款都是属于常规型的饵料。这个也是属于常规型的。这三款都属于常规型的饵料，然后我再加一点功能型的，起到雾化和散落的作用，真正体现功能饵的作用。然后我再加一点虾粉，它除了不粘以外，它还能提高钓饵的诱食性和适口性，状态非常好，也是体现辅助饵的作用。然后我给大家也放到鱼缸里面看一下这个饵料的状态。
这是一款比较散落的饵料，然后我这有一副钩子，我挂上饵料扔到鱼缸里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散落饵的状态。看出来，它是一层一层的在脱落，到最后钩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弧，是不是？现在已经反没了。好，大家已经清晰的看到，刚才我抛进水中的这一团饵料，在这个不大的鱼缸里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窝点，在鱼缸的大部分。然后大家再仔细看，刚才落下来的这些饵料。现在有片状的，有粒状的，现在还没化。这种效果，这种散落饵的效果，就起到了一种诱鱼跟一种留鱼的作用，等于说就是起到一种诱钓结合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朋友们，讲。散落型的饵料，是钓大鱼好还是钓小鱼好？好，坐下。应该说，散落型的饵料是大小兼备，但是刚才我已经给大家演示了，这种效果还是钓大鱼更突出一些。至于以后具体的实战经验，我们会在以后的这些实际运用当中，包括一些软散、硬散、快散跟慢散，会跟大家在实战当中教你们怎样制作和搭配。大家现在已经了解了散落饵的状态，下面我给大家讲膨胀型的饵料。简单的说，饵团入水以后，就比原来的更大一些，而且抱团的现象，这种现象叫做膨胀型的。然后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膨胀型的饵料。拿一包四季跟一包大黄蓟，这两款都是属于功能性的饵料。这两款饵料既能单独使用，也能混合使用。这两款饵的特性都是属于比较轻。待会儿大家仔细看一下入水以后的状态。等饵料充分吸透水以后，我们把它团起来，然后同样，我把它上到钩子上，扔到水缸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看，我在未扔进水缸里面，它是多大；扔到水缸里面以后，它是多大。大家认真看。大家可以看看入水以后这个膨胀的效果，明显的大于钩子很多很多。它膨胀到一定的系数的时候，它就不再膨胀了，像现在已经不再膨胀了。
膨胀饵的主要作用是被钓过的鱼和比较滑的鱼，饵团大容易被鱼发现，饵团比鱼嘴还大，但是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方便。膨胀饵的主要作用就是鱼吃饵的时候进嘴特别的方便，这就是膨胀型的饵料。报告，呀，像这类型的饵能与其他类型的饵同时混用吗？大家可以，完全可以。这就是功能性的饵料，可以把重的东西变轻，把黏的东西变散，把瓷实的东西变膨胀。一句话，就是让鱼吃起来更方便。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雾化型的饵料。其实，在钓好多鱼种的情况下，比方说鲫鱼、鲤鱼、草鱼、鲢鱼等，都有既散落又雾化的现象。今天在这里，我给大家讲，是针对鲫鱼跟鲢鱼的这种雾化。下面我拿这两团饵搭配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两款饵都是属于状态非常轻，而且非常缓，非常雾化的非常好的两款饵料。等它冲洗透水以后，然后同样是把它扔到水缸里面，大家来看一看这两款饵搭配到一起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什么样的效果。把它挂的稍微实一下。这个时候可以把它挂的稍微大一些，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显。好，这种雾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就是平常我们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出去钓鲢鱼、鲢鳙，它能起到更好的诱鱼和适口的效果和作用。好，大家看一下，是等于是一溜烟下去的，始终在我们的这个窝点，就像雾蒙蒙的一样，始终有片状的东西在散落，在雾化。报告教官，讲，像这种雾化型的饵料状态能钓其他的鱼吗？好，坐下。在东南西北，因为鱼情、水情、养殖情况规律是不一样的。南乡北兴只是一个常规型的这个道理。在南方钓饕飞的时候，如果你不用秋刀鱼肉去钓饕飞，有可能钓的不是很好。
有时候你钓鲫鱼的饵料，鲮鱼也吃；钓草鱼的饵料，鲤鱼也吃；钓鲤鱼的饵料，其他鱼种也吃。它只不过有一个主次而已。今天讲的这个是主要用于钓浮钓。如果我们把这个饵料多揉几下，多搓几下的话，完全可以钓点。关键问题是以后在实际的运用过程当中，我们要灵活运用。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讲拉饵简单的制作。所谓的拉饵是指小麦蛋白的拉丝饵。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简单的拉饵制作。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拉饵。拉饵是目前我们中国钓法当中最常用的一种鱼饵，也是在钓鱼过程中速度比较快、比较简洁的一种钓饵的方法。当然，钓拉饵最多的鱼情还是主要针对鲫鱼，其他一些鱼种也可能在垂钓过程中用到拉饵，但是最多的还是针对于鲫鱼。在这里我们给拉饵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拉大饵，一种是拉小饵。这个拉大饵，所谓的大饵基本就是鲫鱼，我们以鲫鱼为例，3两以上2斤以下基本都可以称之为拉的是大饵。当然小饵在1两左右或者是1两以内，我们通称为拉的小。当然还有极特别的极小的，像瓜子鲫一样大拇指一样的这种，那种就属于比较特殊的，那是一般都是在竞技比赛当中才能见得到。我给大家讲一下拉大饵所具备的条件是，首先我们用的饵料的本质片状要大，颗粒状要粗，颗粒状要粗。这两个是拉大饵所具备的前提条件，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以后，我们才能拉出来理想的够大的饵团。然后这两个条件有了，拉丝粉的比例是多少呢？一般按常规来讲，拉大饵的比例是100，讲100就说，比方说100的物料，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然后加100比20至30之间的拉丝粉。好，这几个条件全部具备了，我们就可以拉出比较大的饵团。拉小饵所具备的条件，当然就是相反了，片状要小一些，颗粒状要细一些。按常规的比例是100比20至25之间。当然极特殊的有可能，刚才我讲过的基本都是在竞技池当中才能见到极小的，当然有可能是1比15等等，20甚至等等。好，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拉大饵和拉小饵所具备的一些条件，下面我给大家做一块，首先我们做一块拉大饵。
因为现在市面上我们所见的一些，凡是包装上写的有小麦蛋白或者是拉丝饵料的饵料里面，都是商家给大家配好的拉丝粉。下面我拿2款一点拉丝粉含量没有的两款饵料给大家制作拉饵。这2款饵都属于刚才我说了，一个是片状比较大，这一款就属于片状比较大的。为了更准确，我拿量杯给大家演示。好，这是100毫升片状比较大的这一款饵料，然后这一款是颗粒状比较粗、比较大的一款饵料，这个也是100毫升。搅拌均匀一下，然后加拉丝粉，加蛋白拉丝粉。依照刚才我讲这个比例，如果是200毫升的话，应该加60毫升拉丝粉，对不对？好，这是60毫升拉丝粉，然后加进去。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声明一点，我们现在只是单纯的给大家做这2款饵料的演示，其他任何功能型的饵料、状态型的饵料，我现在是一点没添加。当然，你根据以后的需要要往里添加的时候，只需把我们所要添加的这些拉丝粉的比例加进去就可以。现在我只是单纯的教大家一种简单的拉饵的制作方法。如果我们这些条件全部具备了，片状也大了，颗粒状也粗了，拉丝粉的比例也够了，当然有的时候一样和不出来理想的一种拉饵。大家一定要注意，拉饵的水比也是非常关键的。水比，如果你水比不合适的话，或软了你拉不出来，或硬了就像打弹簧一样，哪怕我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一样拉不出来好的饵料。那好多学员就要问，究竟水比是多少最合适的？我给大家演示。刚才是260毫升水，饵料，现在我们加，差不多也是260毫升。这个时候开拉饵的手法也是非常关键，迅速的搅拌均匀，速度要快一些，然后一定要让饵料充分吸透水以后，我们才能把它传拢。一般你可以按照包装的上面说明3到5分钟，往往在这个时候，好多开拉饵的钓友都是心太急了，一到水边上以后就迫不及待的想钓鱼，然后饵跟水一和在一起，马上就传拢。开始的时候还比较软，但是发现东西也收拾好了，也准备开始钓鱼了，但是饵料太硬了，拉不出来了。这个时候他就说他不会用这个拉饵，这个拉饵不好用。关键问题他是方法还是没掌握，一定要让饵料充分的吸透水。
这一款耳料制作出来，估计能拉的像大拇手指头一样，应该是勾大拉大，勾小拉小。好，现在吸水吸的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充分的吸透水了。刚才讲到了水比，水比究竟多少才是最为合适的呢？非常简单，大家注意，只要一点就可以。不论我们是在制作大的拉耳还是小的拉耳的时候，这个耳料的软硬度要像自己的耳垂一样，这个软硬度我们就可以拉出来漂亮的耳环。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耳距能不能拉多大。现在我用一副比较稍微大一点的钩子拉，现在是6号的钩，大家看一下，这个耳料拉的已经是足够的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讲究什么状态，只是我教大家拉耳的制作。当然，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可能会添加一些功能性的耳料，比方说想让它散啊，想让它膨胀啊，是吧？想让它这个雾化呀等等。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在状态上下功夫，还是教大家一种简单的拉耳的制作方法。再给大家拉一遍看一看。还有一点就是拉的耳料始终要保持的一个比较瓷实的状态。像刚才我这种情况拉出去不好拉，每拉一颗耳的时候，尽量保持的耳料是一种瓷实的状态。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拉耳的手法，大家一定要认真看。拉耳的时候，不需要我多么用劲的往下按着钩子，只需轻轻的从表皮往外抠就可以了。我越往里摁，越不一定能拉得出大耳，而且容易把耳料拉的比较散，比较不成团。然后每拉一颗耳的时候，始终要保持的比较圆、比较瓷实的这种状态，才能拉出来我们理想的耳料。非常轻松，也非常简单。拉耳的方法跟手法，大家一定要看好。下面我再给大家制作一款比较稍微小一点的耳料，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按刚才我说的那个颗粒状小了，片状小了，颗粒状细了，拉丝粉的比例只要按照刚才我说的100比20到25之间，我们就可以拉出来比较漂亮的小耳环。在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做这个小耳的实验，道理是一模一样的，绝对能拉出来的，没问题。我现在拿一副比较大的钩，是6号的钩，6号的袖钩，拉给大家看。在拉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拉耳的手法也是非常关键。大家注意看，首先把钩子分开以后，耳料按上去是贴着这个耳料的皮往外拉，而不是往里摁。这样也虽然是能拉得出来大耳环，但是把你的耳料破坏的很严重。在拉耳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饵料表面的光滑和均匀，始终是保持一个比较滋润的状态。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注意看这个拉饵手法，只需要扣贴着边儿，往外一扣就可以了。哇！然后我再换一副小钩子，拿给大家看。这款饵料是钩大拉大，钩小拉小，找一个比较很小的钩子。这钩子就非常小了。它是钩大拉大，钩小拉小。这个小小的饵盘也是非常漂亮的。不论是大钩拉还是小钩拉，拉饵的方式是一样的，要保持饵料的光滑，然后贴着边往外一拉就可以了。刚才我发现一个同学的钩子，我反复强调，他把钩子又在绑钩的时候又把钩子绑到这个线头，又绑到这钩柄的后边来。这个时候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不合格的钩子拉出来的饵塔是什么样的。当然这个钩子也是比较大的钩子，属于6号钩，跟我刚才用的钩一样。我先拉一个，就是比较非常完整的钩子拉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做一个比较，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比较完整的钩子，绑得非常合格的钩子。同样大的钩子，大家看一看。线绑到钩柄的后边，拉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仔细的同学可以发现，它是上面一团，下面一团，属于两团。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们一定要把钩子，教你们绑钩的时候，一定要把钩子绑在钩柄的前面。一个是在拉饵的过程当中，拉不出来漂亮的饵盘，上面一个盘，下面一个盘，再有一个，在钓鱼的过程当中，线在钩柄的后边，非常容易磨线。钩柄磨到线以后就会伤线，一伤线，我们这个子线就容易断。希望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一点。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刚才我们示范的是拉的是大饵盘，拉的比较大的。当然拉小的呢，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做示范了。只要刚才我讲的那个小片状、细颗粒、拉子粉的比例、水比这几个条件掌握了以后，同样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饵盘。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做示范了。然后下面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用到有拉丝饵的饵料跟无拉丝饵的饵料搭配在一起，怎么样调才能拉出来比较理想的饵盘？好，我们现在以这两款饵为例，这两款饵上面都是有蛋白拉丝的，就是在制作的时候已经把拉丝粉的比例添加好了，不需要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再往里添加拉丝粉。当我想加这个比较粗的、片状比较大的颗粒往里面添加的时候，搭配到一起使用的时候，怎么样
添加这个拉草的比例，其实非常简单。这2款饵料已经是有拉草的，我们就可以抛出去不管，然后只需把这个拉草的比例按照刚才我讲的，你是想拉大还是想拉小的比例，把它加进去就可以。比方说，我们这2个已经加好了，这个加50毫升的这个东西，然后按照100比25到30之间的比例，把这50毫升的比例的拉粉加到饵料里面去就可以了。大家明白吗？明白了。好，其实我现在所给大家讲的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一些常识。当然，在以后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会添加好多东西，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模式都是一样的。无论你用什么东西去制作拉饵，只需大家明白这些简单的道理，然后以后进行搭配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来训练营已经快2周了，很多学员比我表现要好，我发现我需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了。我是训练营学员周律，我自己开了一团原汤克雷加拉丝粉的饵，想冒昧的请您点评一下。帮我拿过来我看看。还不错。除了原汤颗粒以外，还有其他东西吧？超油和四季。超油四季。手感也不错，水比掌握的也很好，看来你没少下功夫啊。我试一下你的饵拉的怎么样？很好，但是还要注意一点，这个比重稍微有点大，你可以再稍微加一点很轻的东西，雾化性好一点，比重有点大，你这个适合钓特别大的鱼。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好的，谢谢教官。要多加练习。好，谢谢教官，谢谢。以前看电视，大师们总会宣扬各种饵的神奇效果，每次只能一知半解。现在知道了，原来有不同的味型，新香和清淡，也知道了不同的状态，拉饵和搓饵，也终于弄清楚了状态饵的功效。看来想运用好饵料，还真得下点功夫才行。今天教大家提竿跟刺鱼的方法，还有一个重点的事项，然后就是所谓的水线，我们有的也叫风线，就是浮漂
到杆梢之间的距离。今天我给大家演示长杆的这个起杆重鱼的这个瞬间。快起了，快起了，快起了，快起了！今天我们进行抛杆考试。今天的考核就是要看看你们的训练结果，这一关能不能过去，实际上就是考核你们真正的学习和训练。